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他用的打击能力啊，他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啊。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1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1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1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啊，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他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
说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重点还是看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哦，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嘛，它最后的速度多快哦，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哦。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哦，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核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得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肯定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约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就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级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核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尚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次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么大爆发的讨论。当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因为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就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有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整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
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号，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键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核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达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介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五角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所以美国，我想他也会他会评估他的那个战力跟他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
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一些载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啊，你055大区，你停到第一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距离。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二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好，10月底马上就有大事了。接下来我们把节目的目光呢聚焦到美中的最新关系发展上。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呢，前一阵子去了纽约哦，很开心，他跟美国的友好团体呢座谈了，还用了一个非常有哲学的比喻来形容美中关系哦。他说两国呢像是一个夫妻啊，时有吵架，但最终呢还是需要彼此的。所以呢，他释放一个强烈的伙伴还有朋友的这个讯号。那同时，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呢，他也敦促中资的企业啊，说哇，这个在中国大陆国内内卷太厉害了，可以制造出各种 CP 值高到爆表的产品，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个内卷文化带到美国去了，否则啊会把这些美企啊全部都卷死，那美国人都不用做生意了。所以也是在一些这个经贸上呢，好像对美国市场也提到了一些示好、示到一些保护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看两位长官在对外的态度都是呈现了一个对美稍微友好的一个态度，那都不用想，一定是在为之后的川习会来做提前的友好部署嘛。那么这个种种示好，川习会有这一铺垫，能不能办成一个漂亮的场面呢？我们请尚志哥先帮大家分析。没有说，现在中美关系一定要关注的部分就是眼前在10月底在韩国的 APEC 的这个时间点上呢，川普在上任之后，终于第一次要跟习近平活人相见哦。那这个活人相见，在中美的关系上还是意义很高的。当然，未来有没有可能像先讲，川普到中国去访问了，习近平到美国访问，那都是后话，都是明年的事情。所以眼前在这个10月底的这一场部分的见面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其实中美双方都很努力的针对于这场会面，现在有各种的外交、军事、经贸的各式各样的对话。前阵子我想在这档节目里头，我们也都知道，两边的国防部长也对话了，对话完2天之后的外交部长也都对话了。过去没有这么密集的了哈，所以现在这种对话当中很多的沟通，特别是见面之后有没有要签什么东西哈，特别在至少在关税这个中美关税的这个框架上，当然大家我们谈问题。好，我觉得李强这很有意思。要知道呢，其实川习会的铺陈可不是都在营造舒服的环境。对，在前几天我们都感受到中美两国为了川习会，大家恶意螺旋又丢出来了。那么在美国方面很清楚，包括 AIT 突然丢出一个台湾未地论，这是有点莫名其妙哦。然后另外除此之外，也包括整个在美国商务部当中出现了23个黑名单又丢出来了。中国大陆也没有给好柿子，马上就调查辉达，把辉达作为反倾销直接打入谷底，不买辉达的晶片了。还有就我私下知道的部分是在这段几个月当中，美国军事跟民间当中提出2000起以上的稀土的申请，中国大陆一件都没批。所以也都就大家还是在狠话哦，在这谈判当中的筹码，尤其川普很爱这样的，因为川普自己也在讲，哟，你们这个大家要你们欧洲国家大家一起把中国的关税提高到100%，逼迫中国不要在乌克兰战争再帮助俄罗斯，所以这些都是恶意哎。那可是恶意可以喊话堆叠，
但善意还得要用人出来讲。所以李强出来的部分，包括整个王文涛在美国的部分环境当中，透过表达，因为人来表达这种善意的部分当中很含糊，说是夫妻，但是至少这当中在收紧跟收放之间，这当然就是大国之间的一种为了川习会，那么在外交上当中大家所要有所准备的。所以这个要提的部分是要特别知道，现在在整个有关于内选这件事情，中国可不是为了美国讲。那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已经介入了已经介入内卷了，主要就是在新能源。我讲这当中就比亚迪。比亚迪过去一直要降价把其他的电动车都快搞死，比亚迪自己快搞死了，它的股价从之前的130块，现在已经跌到107块了，已经跌破30%了哈。所以包括它这个获利的状况非常不好，虽然它卖的已经超过了特斯拉，所以这种内卷本身对于比亚迪，包括整个中国大陆新能源市场，现在出现了危机。所以中国大陆的已经官方介入，不准比亚迪降价这件事情，未来是不是包括 AI、包括机器人等等，也会同样的避免内卷本身影响到中国，跟尤其在中美的科技竞争的这个对抗。那么讲的好话是不要影响美国市场，实质的意思是不要失去中国在中美科技对抗之下中国自己的优势。好。那么刚刚山德哥帮我们提到，现在因为要铺垫川习会啊，所以双方从科技、从军事到外交各个领域都还在针锋相对，同时也释出善意。那北京这边做了什么事情呢？拿出了实质的大礼包。美国的波音公司就宣布，向中国大陆的金鹏航空要交付一架全新的777货机哦。要知道，这是川普贸易战发动以来波音首度交付全新的货机给中国民航业者。那同时还有一件大事，年轻人最爱用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讲了很久，美国的经营权要卖给美国这件事情呢，框架协议据说是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但同时，华府智库呢，专家也揭露了北京的终极诉求。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3个要点：一，要调降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二，尽可能要取消这个出口管制；还有政治意味最浓的，还有跟我们这个台湾息息相关的，就是在台湾议题的态度上，要从不支持台独转变为反对台独。好，北京提出的这3大诉求，跟川普来谈，那这举动当然跟我们确切相关，就是这个台海的议题嘛，端上了谈判桌了嘛？那两位将军怎么看这个大框架上面台独的反对的议题？我们李将军先讲。我先试问一下，我们台湾在川普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有什么这个筹码，有什么这个成本？我们可以就晶片美国来讲，对，好像我觉得有2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晶片制造能力，美国需要这个晶片。是，但是你现在发现说，美国川普已经叫我们把台积电很多都已经搬到美国去变美积电哈。另外第2个来讲，我们看到美国在培养他们自己晶片公司 Intel。那大概就是美国自己也入股了嘛。前一阵子我们也听说，包括叫 NVIDIA 黄仁勋也要入股哈，他在扶持自己的晶片制造业。这是晶片。那我们以后来讲，如果说台湾还不能够再保持台积电这种晶片制造的领先地位来讲的话，那我们台湾在美国川普心目中有什么？大家不要忘了。川普在第1任的时候，这样讲到台湾的时候，他指着那个原子笔说，台湾不过就是像我这个圆桌、办公桌上面的一个原子笔尖而已。在他的观念上面就是这样。第2个来讲，其实我们台湾有一个价值哈，那大家就是地缘战略上面的价值。你说是民主价值，我们台湾有民主，我跟你讲，那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了哈。以川普来讲的话，他不会因为你的制度是民主制度，就竭力费尽兵力来保护你。我们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哪里？是因为以前我们在这边形成第1岛链，在第1岛链的中央位置，可以有效的吓阻住中共解放军出了第1岛链。但是你在这边堵了半天，你回头一看，突然发现，哎呦，这个后面全部都是解放军的，这个航空母舰都在我屁股后面了。那你认为说地缘战略上面，我们台湾现在还没有这个价值在里面？那可不可以用交换的方式？我们不要忘了，川普本来就是交换的个性。我们看他对乌克兰来讲的话，之前对不对？他提供对乌克兰来讲的话，他甚至要乌克兰就割让乌东4州，直接给那个这个普丁哈，在结束这场战争。后来他又要求说是这个乌克兰要给他稀土，现在他的要求是说叫欧洲哈买美国的武器，让乌克兰继续打。所以你认为我们台湾现在好像是重蹈
乌克兰的负责嘛，哈，现在叫我们 GDP 要变到5%这么多啊，那这个武器来讲卖给我们，甚至要我们这个大量的采购它的农产品，要采购到3000亿的农产品这么多的数量。是，所以如果说这些我们台湾都被掏空以后，你认为说是我们光凭我们因为地缘战略因为时空因素，我个人认为说已经不存在这个封堵住解放军出第一岛链的这种事实能力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们看到中共解放军已经有2艘航空母舰已经在关岛第2岛链那边在做演习，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当我们台湾在川普心中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会不会这时候就很容易被川普出卖掉，拿来当做交换的条件？是。那张将军呢？我们台湾在这个谈判桌上的筹码，我们是一张好牌吗？我认为这个弃台论也好，还有这个筹码论也好，甚至我们想到的利益交换说，都会有间断都会出现在各种媒体或者是这个学术的研讨会的会场。我认为，但是有几个我认为可以做参考的警讯。就第一个，这个搁置对台的军援，比如4亿美元嘛，就相当于122亿台币搁置军援，那不是讨好中国大陆吗？为什么搁置呢？这个军援他们都已经是既定继承的嘛，对嘛？所以有些我们可以从这些蛛丝马迹来逻辑推断将来会怎么发展。所以我认为现在美国对我们台湾来看的话，支持度是大幅降低。第二个，我们来看呢，不让赖清德过境美国本土。赖清德上任将近1年半，从来没有过境美国本土，这是绝无仅有，没有过的。现在就是这样，那这个是什么？释放个什么意义呢？不可以，因为我要讨好中国大陆。你如果过境我们甚至在这美国本土发表一个演说，或跟这个侨界来个座谈，这可能对政治氛围、政治气氛可能会受影响。所以你看看，这是创纪录，1年半了都没有过境到美国本土。第三个呢，他不卖给这台湾的相关武器装备，不让它升级，是降规的。你看呢，我们买 F-35，他不卖；P-8A 的反潜直升机，反潜侦察机他不卖。那空中加油机我们也提出了不卖，甚至1-2D 能够宁可16可以宁可16来进行一些配套，这个我们讲到了有种系统化的演练。对，美国也不卖1-2D，后来也打回去了。这都是美国可以赚钱的啊。我们向你买啊，我们出钱啊，但是他不要。你看这些猫腻啊，这些跟我们的这些降级降等下来的，是累积起来哈。你为的是什么？我们给你钱赚呢，我们也愿意花大钱掏银子给你啊。但是他不要，你就知道有些贸易。最后一个我认为关税问题，关税给韩国15%，给日本15%，给我们20%，我们20+N 到现在也还叠加嘞，对，20+N 总会这个样，大家都不是同一个，我们大概跟日本、韩国大概是同一个经济的这种水准嘛，结果对我们台湾不利嘛，你这个大家一起15吧，也好看呐。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个是里面有一些猫腻，有些增厚在里面，是不妙的。那在联合国上面这些你不管。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 ，WHA 世界卫生组织联会，你还这么 ICAO 就是国际民航组织都不让台湾参与，美会帮我们讲话啊，他都不说，他都每次都是我们不要讲他装聋作哑，就是他在这方面是很消极，比较被动。行政组织还有联合国大会等等都不提，所以我呢认为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这个赖政府在这么要有所警觉，要判断要稍微精准，这些不能视同儿戏等闲视之，我认为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是好，刚才教授跟我们讲这些蛛丝马迹，观众朋友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那么就在李强访问美国的同时呢，中国商务部他们也出了一个手就是把萨罗尼克科技等3间的美国军工企业列入了不可靠实体清单，理由呢竟然是跟台湾有军事技术的合作，不开心了，所以你是不可靠实体清单。另外，中国对原产地在墨西哥还有美国进口的胡桃则是发动了反倾销的调查。我们这样粗略来看，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脚这样的感觉，但其实这些举动啦、反倾销啦都没有打到点上啦，就是一个。怎么讲？没有致命性的一个反制而已啦，大家没有做到打蛇打七寸这样下死手，可以理解是为了川协会在铺垫啊，所以现在双方都还在克制，真正的大杀器还没有出来吧？我认为真正大杀器的话，现在是一则一则在亮等一下来跟各位做说明简单的说，美中2个国家，一个是最大经济体，一个是第2大经济体。
所以两个在大原则上面的话，就如同李强所说的，如同一对夫妻，最终需要彼此需要。可是呢，你给我实体清单，我给你实体清单；你给我穿小鞋，我就给你穿小鞋。小地方一直斗争。例如说，我们来看哦，美国现在很急的是在稀土这一块。那稀土这一块的话，据说是部分的发动机等等的用量到明年的3、4月就会用完，因为通常他们战略储存大概都说在1年左右哦，所以后面该要怎么走，这个持续要来做观察。但现在美国去封了整个小油包的一个所谓的油剂之后，其实对美国的影响也非常非常大。那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蛮大的哈，为什么呢？中国现在的失业其实也在加剧当中，包括了纺织、包括了家具、包括了运动鞋。我们举最简单的 ，Nike 的股价从高点的160跌到最近是跌破70块钱了。所以呢，其实就整个过去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现在这条路也有点不太通哦。但现在有个状况是，美国还有办法再打嘛？因为美国这2个月的就业状况一直不太明朗哦。那我们就从回到主环境来说，主环境的部分的话，就是川普4月打关税，请各位，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2次延长，中国2次延长，7月延长了，后面现在要延到11月。但各位，重点来了，这2天陆续很多事情陆续在明朗当中哦 ，TikTok 正式卖了。那 TikTok 正式卖的过程当中，川普签了行政命令完之后，他谈了习近平他知道。然后目前美国由甲骨文跟银湖资本来做接收，银湖资本负责出钱，甲骨文负责整个未来的整个内部的一个控管。所以第一个，过去 TikTok 新加坡控管会拉掉了，但 TikTok 能让 AI 不能让。我们在上次来的过程当中，有跟各位谈论过哈，这是史上第一次苹果手机没有去碰到华为手机的一个攻击，所以这次苹果手机的备料备得比较高。现在全中国都在准备做整个 AI 的升腾晶片，那为什么呢？据传目前在青海啊等等的一些电量比较多的地方，中国正在准备全中国的一个所谓的 AI 的一个资料中心。所以就大方向来看 ，TikTok 可以让 AI 不能让，大环境当中双方还是斗而不破。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即将要展开的是中国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好，即将会在3月4号、5号这2天正式的展开来。那现在呢，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已经将在人大这边发表这个开幕式，然后也会做这个政治的政府工作的报告。好，在这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正在审阅这个政治常委这边党内的高官提出来的2024年度的政治的工作报告，他也特别要求了，接下来呢，2025年的时候是“14·5”规划的收官之年，接下来会来全面改革深化的重要一年。接下来还要关心的就是，完成了这个“14·5”的规划目标之后，就是要为“15·5”来开局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的，到底是今年2025年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的重点。先前喊了很多要保五这件事情，还有其他目标吗？在经济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来观察的重点？委员怎么看？这个“14·5”的全名叫做第14个5年计划。第14个5年计划呢，在5年前提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目标，就是要全面使中国成为一个小康的社会。这个小康的社会，它当然洋洋洒洒会讲一些比较这种好听的话哈，什么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什么经济结构优化、科技创新，然后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每一个都很好听。其实换算成 GDP， 就是一个成长将近50% 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来看一看，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 GDP 多少？1万块美金，1万块美金。然后到了2025年呢，中国大陆的 GDP 大概多少？现在初估是14500元，距离15000元相差500块。所以今年还有得拼的。那对这个5年之内能够 GDP 成长50%。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漂亮的记录，都交代得过去。那我们经济学界习惯上是把1万块当做一个小康社会的一个门槛，那15000块也到2万块，2万块以上当做已开发国家，所以他未来还要努力，可能下一次的计划，155计划、15计划就会想办法从所谓的15000块要到达了这个2万块以上，就进入已开发的国家哈。这个是他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不过比较特殊的哈，就是习近平会要求几个主管给我写工作
述职报告，你这段时间到底做了些什么？他批批看，你可不可以留任？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的压力都非常大啊。我举一个，他为什么他压力很大哈？他上一次哈，在应该是几个月前嘛，跑去山东调研，然后就是考察视察，就问山东经济发展状况，突然投100，奇怪。我们以前每一年都有很多独角兽企业出现，怎么今年变得很少？那独角兽就是营业10年，然后这个市值超过10亿美金的啊，就山东的官员跟那个中央的官员都是你看我看你答不出来，我看满头猛汗啊哈，就没过多久，山东没有，杭州有，哎呀，端出来 DeepSeek 横空出世了以后，才发现什么语数科技。杭州在这一次出尽了风头，每一个都是独角兽，那习近平一看，学习杭州啊，学习浙江经验啊，所以这个给官员的压力很大啊，所以我是觉得习近平至少在这个过去5年到10年里面有几件事情做得非常成功。第一个就是消除贪污，不管你是军方的，你是其他部门的，再大的官抓到贪污，全部开除。第二个，不管你是我提拔的还是不是我提拔的，即使他提拔的有问题，立刻解除职务。比如说秦刚，像火箭一样上来，然后像自由落体一样下去。比如说苗华，军委委员也是都这样。像魏凤和当然不是他提拔的但是也有他提拔的国防部长，就直接掉下来。所以让整个中国大陆的政坛上真的比以前更加清明。第二个就是在工作上的表现有很多人换的是蛮好的，央行换上了潘功胜，真的好很多还有这个李克强换上了李强，少了一个克，果然表现好很多包括他采取全面开放的政策，什么签证开放啦，企业这个投资外资投资的标准开放啦，反正让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在全世界完全面目一新，所以我们不能不说这个是习近平用人跟把握方向成功的地方。但是未来下一个5年要跟美国做更激烈的竞争，这个竞争已经不是美国单方面可以打压。过去5年美国真的是单方面打压，但从今年看得出来，中国大陆对美国的打压已经开始采取一种不理不睬的态度，还讲出了。你强任你强，所以如果讲出这句话是很有底气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他未来的这个5年新的计划会给中国大陆的官员更大的压力。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会前，习近平完成了非常多的事情，贪污的整顿、人事的整顿跟经济上面的发展。接下来的5年，除了要朝这个2万美元大关的这个人民的 GDP 往前走之外，我们也看到在未来5年，这个美中对抗的格局之下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所以我们看到在军事上面，在两会之前也有非常多的动作在解放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解放军2月26号这一天，吴越警的突然间在台湾的高雄屏东外海40海里处这边的海域划设了操演区，宣称这边会举行的就是射击训练。另外就是我们这几天讨论的055的驱逐舰遵义舰已经率领他的海军编队近期出现在纽澳这边的这个海域塔斯特海域进行实弹军演。那台湾的匿名国安高层就特别指出，中共这么做是在展现实力，在军事上对于台湾来说会有多大的威胁？介文哥，其实解放军这几年经常这个应急举行一些临时性的军演，特别是在台海周边，像去年联合战备警巡，还有这个联合利剑这个2024A 和 B， 其实都是很短时间内宣布，然后宣布以后立刻执行，然后在很短时间又结束，达到一个验证他兵力派遣还有应急机动这样的目的。当然，除了检验他自己的部队以外，更重要就是对台海周边实施更多的压力。但我们发现，类似这种模式，事实上在南海还有近期的澳大利亚周边海域也实施。特别他这个会配合一些所谓火炮射击的实弹操演，这会让相关国家感觉到紧张。但我觉得这个大背景我们必须要梳理一下啊。其实这就是呼应美国海空军这几年频频对大陆实施这个自由航行、自由飞越的一种反制。
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海军、空军其实过去几年在南海、在台湾海峡，甚至在东海，经常进行这个抵近侦察，还有派机舰进行自由航行、自由飞越。美国说这是我向来的行事准则。但随着解放军海空军越来越强，特别是它的海军越走越远，我们发现这种自由航行现在也反诸于对美国，比如他派舰到阿拉斯加、到阿留申群岛，乃至于接近关岛。这次这个遵义舰所带领的所谓的107编队，为什么叫107？因为遵义舰的舷号是107，它作为旗舰，所以称之为107编队。这次接近澳大利亚周边海域，我看到澳大利亚国防部公开的图片，哇，他们很紧张，对，发布了很多他们运用侦察机监控还有拍摄解放军船舰在海上活动的照片，对。那根据我的印象，好几十年来，澳大利亚国防部好像没有那么紧张过，这个每天都有新的图片，这也显示了解放军运用美国这种游戏规则。我现在比照办理，对美国，对你的盟国，我认为未来借由这样的一个冲撞，会让美国和盟国必须在很多部分可能要跟这个中国大陆进行一个磋商，或者形成一种默契，我减少对你的抵近侦察，减少对你的这个自由航行、自由飞跃，这就是一个反守为攻，然后迫使对方在很多部分能够顾及中方的利益，这无形之间就扩大了他所谓谈判的空间。也因此在国际上以实力为原则出发，特别在军事安全这部分，其实正是赤裸裸呈现这样现象。解放军海军这一阵这个操作，我认为把这种状况发挥的淋漓尽致。好，我补充一下，纪元兄哈，他印象中，我的印象中，解放军派这么大型的登陆攻击舰在台湾海峡的40海里的地方是第一次，对，而这个登陆攻击舰在40海里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根据军事的标准作业，40海里就是登陆攻击发起线。然后在这个地方，登陆舰会把登陆艇给放下来，把登陆艇上面的这个看坦克车也好，装甲车也好放下来。那这个地方40里也非常适合它舰上的武装直升机来作为攻滩头之用，而且它这个地点对面就是加入塘海滩，我们所谓13个红色海滩中的一个，所以很明白的在暗示美国，我已经开始准备要对台湾做登陆作战，你要不要站下来跟我谈？基本上已经有很强烈的暗示。那对于这个到这个澳纽的这个所谓塔什么海海域里面去塔斯曼海，我们撇开两岸政权的不同，我们撇开政党或者什么立场，对于解放军能够走了9000公里到这个海峡里面做实弹射击，而且是第一次到一个白人国家的大都市外围，他就在雪梨旁边去做这个实弹射击，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所以相信对于提升大陆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有很大的激励的作用。这个表示已经到了一个时间拐点。以前你美国各国都可以派军舰到我上海来，还进入到我的长江、黄河里面，广州被你封锁，福州被你打，天津这个大沽炮台那更不用讲了。但是这一次竟然中国有能力派海军这么大的军舰走了9000公里，跑到白人国家去示威游行。对，那这个再来不是夏威夷再来是旧金山跟这个洛杉矶啦所以这个某种程度，纪文兄讲得非常的好，就是你不是要到我台湾海峡来吗？你到我家来，我就到你家去。好，所以两会前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除了展现他的军事实力之外，我们请赖老师，我们最后1分钟，是不是今年在2025年这个两会的重点之一，还有在科技上面，我们要特别来关注哪一些领域，包括电动车、晶片或机器人等等？因为现在这一次这个地方的两会已经出现有这个机器人叫做夸父，他可以拿着这个麦克风像记者一样做采访，非常吸睛。很简单，你看到了 AI 的成果 ，DeepSeek 已经是相当的亮眼了那它会继续推动。机器人这个部分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是明年会走入家庭了。这个是这个语速他们所宣布的。
啊，如果一旦走入家庭，你想想看，它创造的这个新的产业，那个会有多大的一种经济效益？电动车不用讲了，我们实在是已经谈了很多了。我觉得晶片这个部分啊，大陆走2条路，一个是走传统的光刻机，还在突破中；对，另外一个是走另外一条路，不要光刻机。我觉得看哪一条路先突破。如果他们找到了不需要光刻机也都能够做出晶片的时候，那就是荷兰的末日，那也就是很多国家的末日了啊！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走了另外一条路出来了，就不需要光刻机也可以做出成熟而先进制成的晶片。这个时候对，而且如果它价格又更好的话，那台积电怎么办？是要赶快来关心的是，2026年现在传出台海的战争剧本曝光吗？解放军一波攻击瘫痪台海，再加上第7舰队吗？美军现在也模拟自己怎么输。今天我们会特别来做这些议题的关注。我们先来看到近期解放军的动作，他积极的在第一岛链这边持续的部署，提升他的战备。特别我们要来看到是来自于日本媒体产经新闻所做的报道，他说美军现役中校这边科尔针对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这边做了一份分析报告。这份内容特别讲的是，假定了在2026年台湾会有支持独立的总统掌权。那么另外一方面，大陆经济呢，自己的内部经济，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失业率恐怕突破20%的一个状况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这个时候来诉诸民族主义，集结群众的支持，那么开战手段将会毫不含糊。他说，中国大陆有可能在这时候发表统一台湾的言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解放军会直接攻占台湾南部1/3的地区，还有澎湖之外，并以这个炮击跟网攻的方式来瘫痪台湾的电力、通讯跟空防的系统。我们要来请苑老师带我们看这份报告设定的开战期间的这个年限是在2026年，比原本预期的2027还要早1年。代表大陆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这一份报告有一个开战前提，这边特别指出说是大陆年轻人失业率要突破20%。那么如果大陆的经济持续向好，就代表习近平主席没有理由开战了吗？苑老师怎么看？我分成3点来强调这个事情哈。这个首先第一个，这种有关于时间表的报道啊，尤其是日本的产经新闻啊，甚至于包含了这个美国亚太司令的帕帕罗，他里面讲到2027年啊，这个里面讲到2026年啊，这个说法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任何消息的根据了，因为就我个人的揣测啊，也是认为说是讲到任何的时间的话呢，就是很难强调，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的因素非常复杂，这不是单纯的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也甚至不是美中的关系，而且是全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这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了，就是说是产经新闻这边强调，以这个20%的失业率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是极有可能导致这个战争的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纯属无稽之谈呢。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是涉及到对大陆的这个政策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呢，就会充分了解，这个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这个叫主权的问题。在主权的问题上呢，大陆的话呢，就是强调这是核心中的核心，红线中的红线，这个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这边呢所强调的话呢，他这边所讲的跟我所理解的情况不一样，那个占领什么南部的什么1/3什么的啊，我在想了个半天，看这个消息，什么叫南部的1/3啊？这个讲话太模糊了，因为战争的事情都不可能这么模糊。所以我原来在想的时候，我觉得说在台湾比较相信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解放军不来这里，一来的话呢，应该说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前一阵子的话呢，有关于有关于这个联合利剑的这个演习当中，里面是讲到汉口街呀什么，讲得非常详细。那么我觉得说，如果跑到南部去的话呢，这个就没有影响到台湾的实际情况，也可能不会引发应有的震慑作用。但是我话说回来，我要强调2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呢，的确不好，这个有可能发生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呢，因为现在是2025年的5月嘛，对不对？到2026年、2027年的话，甚至2028年、2029年的话呢，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大陆呢，就是伸张它的主权这个决心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
第二点的话呢，里面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觉得呢，我个人觉得了哈，两岸之间的话呢。对于这个和平呢，永远不能够轻言这个不抱希望。日本人、美国人可以强调这个战争发生情况，但是我们活在台湾的人的话呢，对于和平要保持乐观、审慎的态度，这才是应有的作为，对不对？对，好，岳老师帮我们特别从这个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接下来的两岸可能发生的这个关系。那我们从军事的角度也来稍微做一下解读。现在在这份报告，我们持续的做延伸、做讨论，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方面为了全面的阻挡外援，现在这份报告特别提出来说，解放军可能会直接攻击驻日美军这边的基地。内容有提到说会导致哪一些事情发生，包括第一个，他提到了嘉手纳三泽基地会被飞弹打击；第二个，第7舰队恐怕遭受困难，会有这个司令战死的一个问题；还有蓝岭号、华盛顿号航母被击伤；再来第3远征军它的装备可能被瘫痪；还有冲绳沦为孤岛。这是美军料敌从严，还是真的可能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尤其我们特别在关注第1岛链，解放军真的要拿下这边，需要发动多大规模的攻势？纪文总编，我认为他这样的描述几乎就是已经这个揭示了美中开战这个极端的状况。我认为讲到台海，我们必须要分2个层面。第一个，这台海战争是局限在台海，也就是台湾周边的海空域。那另外，外军介入就是美军驰援，甚至把这个日本甚至韩国也纳入，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台海战争变成国际化，变成增加了美日因素，这个因素就非常复杂。我认为后者的话，它有高度的风险性。试想，航母战斗群都被击毁或者击沉，那中美2国会被衍生成核武大战。我认为这个是知识体大。也因此，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局限在可能台海周边。如果台海周边的话，就目前的状况来讲，尤其是解放军它的攻防体系越来越完备。而这次大家非常注意关注的印巴空战这种体系化作战的它的威力，其实我们把类似的因素是完全可以套在台海这边。因此，最近的印巴空战，其实对于台海整个防卫来讲，对国军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启示。也就是在这种模式下，那台湾的空防，国军如何去防卫，如何去支撑，其实未来需要补强的地方很多。但是如果说我们谈到整个台海战争这个层面，那对于解放军要怎么打，我认为他可能会考虑到俄乌战争的整个进程。俄乌战争打到现在超过3年多，我必须说，俄国人在开战初期其实他没有用力的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乌克兰能够支撑，甚至支撑到北约源源不断的军援，让一个大家本来认为闪电战的形式打成了一个持久战、消耗战。因此，普遍军事家分析，如果这个中国大陆决定对台海动武，它一定是一个高强度、短时间的动武。那初期的攻势一定管够、管饱，也就是对于一些重要的直管通勤、通讯中心，还有飞弹基地、机场、港口等等，那给予高强度的飞弹攻击，或者后续的无人机大群的攻击。这样的攻击不只把国军的防卫很多重要的节点摧毁、瘫痪。后续的这些无人机甚至飞弹攻击，能够大量消耗国军的防空飞弹相关的弹药。如果弹药打光，它这个辅以一定的这个封锁，外军没办法立刻驰援。其实对国军来讲，这样的形态其实这个风险性是很高很高。因此普遍认为，如果谈到军事，美国因素不介入的话，对国军对台湾来讲，那纯靠军事来应对这样的压力，其实是压力很大，而且它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解放军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能采用高强度、短时间的这种攻击模式。那么无人机非常有可能用上，我们就要特别来看到。那在空中领域，等一下请华淦哥来帮我们看，就这个台湾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如果解放军面对解放军这边的空军，台湾应该要怎么办？因为现在说呢，在这次的印巴空战当中，我们看到歼10它靠的是体系化作战，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当时体系化作战击落了包括了印度的标风，还有幻象2000，台湾这边拥有的确实也有幻象2000，而且多达50架，再加上美国近期帮台湾升级的 F-16V， 能够来应对台海做体系化空战吗？华淦哥又怎么看？幻象2000已经过时了，再怎么讲它都过时了。我们现在能够依靠的只有 F-16V 的新飞机，为什么？因为 F-16V 它装载了 APG-83，那是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那讲了一长串，大家不太理解，我就告诉你，它可以同时跟踪20个目标，锁定其中6个目标，几乎都可以打得下来，这是 F-16V 的能力啊。那你要说，那这样子的话，那应该可以跟歼10做1对1的对抗啊，没错，本来就可以跟歼101对1的对抗，但大家忘了，从这次印巴战争，大家就看到说，歼10没有跟你1对1对抗。歼10有非常紧实的后备，也就是说，它有体系化作战的整个系统，它有 ZDK-03的空中预警机，也就是空警500，甚至中国还有空警200到空警2000，还有各种你可能没有办法可以预测的电子反制手段，这就是未来的战争模式。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的 F-16V Block 70，它能够跟歼10做1对1的对抗，在性能上面而言，歼10它是气动性能非常好的一种飞机，可以跟 F-16相抗衡。这2架飞机都以小而轻，然后有非常大的攻角著称。这2架飞机都有这样的优点，就看谁的联合作战能力比较强。可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对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军提出很深刻的这个反应，就是说，其实飞行员本身都知道，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战机，包括幻象2000，包括 IDF， 包括比较旧的没有经过性能提升到 F-16V 的 F-16AB， 它没有办法跟衡山指挥所直接联系，你知道吗？它没有办法，他们的资料不是连着的，因为它没有 Link 16，他们没有那个 Data Link， 它根本即时的战术影像传不回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老实讲一句，联合作战的体系是不好的，不完备的，所以你只能够依靠说我们将来 F-16V 它能够全部66架全部都成军的，还有150架的 F-16AB 通通都成军的啊，都改成 F-16V 构型之后，我们才有这样空中作战能力。我讲这要干嘛？我讲这一点的重点就是告诉你。像巴基斯坦空军可以打下印度的幻象2000还有那个标风啊等等，把这些飞机打下来，是因为他们有研究出一套可以成功的方式。那我们最欠缺的就是这种方式，所以大家要理解说，将来不是飞行员1对1的素质，我们台湾一向在强调，我们飞行员的素质非常好。可是现在对岸跟你打的不是数值，对岸打的是信息战跟电子战，所以这是将来的趋势。所有的智库都在看这个趋势，这才是我们的国军将领真正要去体会，而且要去学习的。我们的电子预警机早就该提升到 E2D 了，我们甚至需要E767这种大型区域的，可以监控整个海平面范围的。大型的电子预警机，而我们都付之阙如，这就是我们将来一定要改进的地方。好，台湾的部分要改进，包括在系统战未来要怎么做整合，然后打信息战跟电子战，这个是台湾需要在努力的方向。另外，我们如果从财经面来做解读，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战争，习近平主席会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我们去做解读的话，这一份是来自于智库的报告，这是荣鼎集团估算，光是对台封锁造成的
全球经济损失超过2兆美元。那如果连带的话，会干扰的是中国大陆超过1兆美元，包括它在这个台海这边的进出口。宽哥怎么看？这样习近平他还会做吗？我们先从比较高尚的一个层面，再到比较往下走的政治的一个层面跟国防的一个层面，现在谈几件事情哦。美国国会他们目前包括美国跟日本主要的一个销售管道有2个，他们都说2027有可能攻台。那为什么可能攻台呢？因为那一年习近平要进入了第4个任期，他目前在第3个任期哦。他用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可以抬升到跟整个所谓的毛泽东一样的一个地位，拿下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但习近平已经多次的在国际的一个场合当中已经说明过了，根据美帝的一个挑衅，我们中国绝不上当。我们绝不上当，所以这个是目前比较高层的一个说法哈。那我们来看到整个目前台面上的一个部分，包括的共机，包括的共建，每天都来这个新闻上面都有了哈。所以亚洲国家在担心什么呢？担心在整个解放军实战排演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随时可以由演转战变成擦枪走火？这个是大家担心的。所以最近在整个第7舰队跟太平洋司令的部分，有谈论到2件事情。第一个叫做地域景象。什么叫地域景象呢？目前在夏威夷的部分的话，他们直接说哈，现在美军的军舰的一个数量是远远不及到整个所谓的解放军的，所以未来决胜的一个关键是在无人艇、无人机、飞弹架构上面跟整个指挥管理的一个框架，能不能够在这个第一个时间点去决定所谓的一个胜负哦？那么到了今天新的一个说法已经出来了。帕帕罗在接受了整个国会的远端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今天提问到了一个所谓的论分计秒计划。什么叫论分计秒计划呢？台海这个航道当中，全世界60%的一个贸易量都在这个地方，包括全世界90%的一个晶片。大家谈论到90%的晶片没感觉，可是各位90%的晶片不输出之后，世界上超过数千万人到1亿个人，各位工作就没了。你的汽车没得做，你的包括商业等等的，它就没得动。所以呢，为什么要谈论到所谓的论分计秒计划呢？他已经帕帕罗已经说了哈，阿基里斯的一个时代，美军第7舰队的一个整合需要1个月左右。我们现在需要把整个所谓的准备，后面如果战争随时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第1个时间点做好最好的一个准备？所以包括日本有回答到哦。所以我们回归到这个地方，先谈一个所谓的小的一个所谓的结论哦。第一个。如果要让中国铤而走险的一个定义，一定是有几个定义嘛？上面已经说了哦，年轻人的失业率破20%啊，简单的说，中国内乱，经济不振，民不聊生，大家没饭吃，会不会这个时候呢来做整个所谓的一个内销转出口，来引发所谓的台海战争？但就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越危险的标题反而越安全。那为什么呢？这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议题，所以我认为在整个很危险的状况当中，台海反而是安全。